房子买了，在北京。对，多大呀80多点。谁付的钱呀？我们家付的首付。我们家经济其实挺一般的啊。为了我们俩能在北京发展和有个家，我爸妈把他们在老家的房子给卖了。现在他们在老家租房子住。没有，他父母现在跟我们住一起，没有在老家租房住。他们只是来看望咱们的。你只说暂时住，可是他们一直在我们家住，好吧？住了多久啊？住了5个多月了。住就住呗。可是我跟他父母根本就住不到一块儿。啊。他们家父母特别事儿。啊？他老说我。天天跟我吵，以前他根本就不这样，就做过饭。他们家山西人，我成都的，就我吃辣，他们家吃酸，说是为我脸上不长痘，说是为了我身体好，顿顿做酸的。本来吃醋就对人好吗？啊，何况他们刚来也不是特别熟悉你的一些。还有他们家他妈老说那个环保，我不反对咱们家喝的那个饮料瓶，就自己攒着可以，但是你别老从那小区外边捡瓶子回来，那算什么呀？他们没有老从外面捡，只是我母亲回来的时候真的没有吗？就咱们家那阳台上堆的那2大摞，他们只是路过门口。那是你妈捡的吗？是不是你妈捡的？不是，捡回来又干嘛呢？卖钱啊！就他妈，我为了省水，从马桶就洗衣机那个管儿把那水接出来，用我洗脸的那个盘儿，弄得卫生间里到处都是水。你说你2个老人了，你在家你不怕被滑倒吗？那也省不了几个钱。然后那水冲的马桶到处边上都是，我每次上厕所我特别急，我还得先把那纸拿出来，把马桶边擦干净了，我才能上。我一下班回来我就想休息一下，我累了，我加班我回来了。他爸9点多拿着那收音机不停的那个广播，从体育台到那京剧都听，一大早都听。他没其他爱好，就那么一个爱好。那我给你爸买的 MP3 呢，我让他戴耳机就不戴。现在就有难题了是吧？对，等于对象跟父母处不来。对啊，有没有想过解决之道呢？想，我一直在安慰他，一直在劝他，我同时也在跟我父母。你劝我什么了？我一提你父母，你就跟我吵，就摔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上次还跟我吵架。我现在住我朋友家。啊，你搬出来了？也是因为一个我觉得不大的一个事儿。他现在去朋友家住去了，天天也不回来。因为什么？不是多么大一个事儿吗？您说我们周一到周五北京工作上班压力多大呀？我经常加班，我公司。我周六周日我就想睡一下懒觉，他妈7点钟。那他对你关心还不对了是吧？我没说不对，可是他进房门就是不敲门。你说你爸爸妈妈怎么就那么点数子，干嘛不敲门呢？我们2个还在睡觉，就起来叫你吃早点。等于后来反锁门了吧，非得把你给敲醒为止。一敲就敲10多分钟。我说我不吃早点，我就把门打开。对呀，那你能不能对他们态度好一点啊？他们毕竟也是我的父母啊。我怎么不好了？你能不能照顾一下我在中间的感受？好。你有什么感受呀？你每次你只顾你自己跟你父母，我在你家就是寄人篱下。那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事儿呢？有解决方案吗？我是想让他妈在北京待一段时间就回去，然后他不同意。我觉得吧，我父母为了我们在北京买房，已经牺牲够大的了。他们老2口攒下来就那么一套房，给我们卖了付一首付。你说我现在跟他们说这个事儿，我不相当于赶他们走吗？就开不了这口。对，你说我当儿子怎么说呀？你就没说过，我一说你就说我。对呀，我怎么说呀？资料上面是25和24是吧？你们谈了多久恋爱啊？6年。啊？6年。是高中的同学，因为高中我爸妈调到那山西去工作，然后我就过去上了一段时间学。高2的时候我认识他了，然后大学的时候他过来找我，跟我表白，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了。可是我们都是异地恋。你当时在哪儿读书？我在成都。你在哪儿读书啊？大学在北京。你们就这种异地恋是吧？对。啊，大学毕业以后一起到的北京是吧？对。当时为什么一直要买房子？现在后悔吗？我不是说后悔，我就是说，咱们能不能商量出来一下，就是让他父母出去住，别跟咱们在一起住，因为年轻人我也不想跟父母一起住，老年人反正我住的也不习惯。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在家穿衣服都挺随的，因为他爸在，特别不习惯。他们家一家3口吃饭干嘛的都说方言，我一个字儿我都听不懂。然后他还说我，那不是习惯问题吗？不是习惯好不好？你妈出去买菜跟人家砍价，用普通话砍得挺溜的呀。对，他会说普通话，但他只是跟我说方言啊。跟你就不能说普通话呀。他没有跟你说方言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能听你们说话，是不是？我就插不进去。那房子你们家的，写的你的名字，月供我跟你一起还。
就是把我当外人看。什么都是我父母的不对，那你现在我就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吗？你现在也不管他们的感受，也不管我的感受，成天在外面住的。你以前这样对我吗？你觉得以前这样对吗？根本就不这样对我。那你父母什么态度和意见啊？当然是想让他回来了啊，完了让我去劝他啊，去哄哄。但是他的意思是想让我父母走，他才回来。我这没法去跟我父母，你等于僵在这儿了。对啊，哎，没考虑在你们家附近给父母租一套房子，让他们就在附近住，不也？我提过，他就是不同意。他说我什么不孝。你让周围人看看，我们住新房，让老人住一个。就你只顾你父母的感受，你就不顾我是吗？将来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是我。这不是暂时的，先将就一下吗？将就多久呀？他们应该不会住很久，也许春节就回去了呢。春节回去啊？不一家人团圆啊？回老家过年啊？哦，你也回老家？哦，那你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呢？你不知道提都没提过，我不知道。你听得进去吗？你根本就没有提过，我一提到你父母你就吼我。现在我什么时候吼你了？你现在不叫吼我吗？那你现在怎么个意思呢？如果他们家人就不搬走，就住在那儿怎么办呀？反正他不搬走，我就跟他分手，我就这态度。那你不怕别人说你这个媳妇儿把婆婆轰走了？我觉得我做的很好了。现在年轻人很多都不给家用，我给他妈买衣服，给他妈家用。我觉得我对他们两个人也比较尊敬，平时我也不大声的跟他们说话。你家里人知道这情况吗？我还没跟我爸妈说，因为我爸妈也不是很赞成老人跟那个年轻人住在一起。那你要就为这事儿把6年的这个感情扔了，不觉得可惜吗？所以我就想跟他商量，反正他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就跟他分手。我要问的就这么多了，接下来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老师们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儿媳妇跟男方父母在一块儿待着，确实会很别扭。可是人时间也不长啊，你怎么反应那么大呢？我觉得不至于吧。不是，是他父母就是那种生活习惯太不一样了。就他爸听那个小广播，就是他爸吃饭还那个打喷嚏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直接打在那个饭菜上，那你说多不干净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也不会扭头打一下。老辈人都会有那个习惯。再说人家也不会常住，你说人家为你们把房子都卖了，你说你这个要不然太不近人情了吧？那我问你个问题，他以前为你做出过什么牺牲吗？在他父母来之前，他一直都挺包容我的，挺照顾我的。因为反正我有时候也有点好强吧，我自己也知道。但我这种个性，那个不是个性，你太好面子。你看现在不仅他为你做牺牲，他爹妈也在为你做牺牲。那你以前为他做过什么牺牲没有啊？你们俩搞对象要结婚？有啊，我每个暑假、每个寒假我都跑过去看他，就我爸妈不同意，我也要去。这也叫牺牲啊！人把房子都卖了。我觉得太不至于了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人家都说了，忍到春节就 OK 了。您不知道，他说是春节，他上个月还说他爸爸下个月就走，每次都这么说，每次我都听腻了。姑娘怕这是缓兵之计啊！不是人家为了你们俩过好，人把房子都卖了，你即使让他回去，他也没有房子了。可是他写的是他的名字，月供是我跟他一起还的。如果这个男孩他要是没有房子，你跟他在一起吗？会。那你这样好不好？你把现在买的这个房子就给他父母住，你们出去租一个房子行吗？他的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你说你行不行？于老师你行不行？我当然行。啊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把你们现在买的房子给父母住，然后你们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，年轻人住，挺好的。可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毕竟得双方父母同意啊。什么叫双方父母同意？那是你同意就行了。我父母尊重我的意见。必须我得在北京有套房。于老师问你，你说行不行？我说行。好。对啊，女方都说行了，你男方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房子的问题，那他父母不同意，他去做他父母的工作就好了。他老拿我父母说事儿。太好了，那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你难道这个都不同意吗？我是无所谓啊。那不就行了吗？可他老给他父母钱，而且我给他父母1500，他还给他父母1500。如果我们要在外面租房子住，那我就不会再给你父母家用了。小莫，你真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女孩，我真的要批评你。你面前这个男人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，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百善孝为先，这是一个又孝顺又爱你的一个男人，你应该珍惜他。第二点，你和他父母最大的矛盾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。比如说你举了例子，在外面捡饮料瓶回来，
你想没想到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不是父母想为你们省一点钱，想给你们减轻一些负担？因为父母为了给你们买房子，把老家的房子都卖掉了。这样的父母多伟大呀！你难道不能去包容、去担待一点吗？另外还有一点，父母周六周日起来给你们做早餐，就是因为平时你们起来的晚，可能吃的不好。你作为一个未来的准儿媳，你竟然说他的父母这样做没有素质，你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呢？我不是说他给我做早点没有素质，敲你的门没有素质，敲你的门是为了让你们起来吃一顿丰盛的早点，给你们补充营养，这是老人心疼你们的表现呀。我一直在跟他吃完了之后再回去睡一个回笼觉，不可以吗？不，你是这么跟我说的吗？你是砸的东西跟我说的，好吧？女孩子，我还要批评你个地方啊，你别嫌我批评的多。你怎么就那么多疑呢？人家用山西话说方言，你就认为人家在议论你，觉得把你当成一个外人。嫁到人家了，或者想嫁到人家了，彼此之间要包容。如果他们不接纳你，他们也不会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来在北京给你们付一个首付。当然了，我这里面要说小景，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开不了口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维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现在你也不能判断你的父母是想长久的居住下去，还是说短暂的看你们生活稳定，他们就回到老家去。有的时候忍耐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小莫忍耐久了，他就会爆发，爆发了之后就会引起家庭的纷争。我认为你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跟父母心平气和的谈一下这个问题。和不和老人住和孝不孝顺是两码事儿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你在这里面的沟通和平衡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倒觉得不必苛责，基本上没有几个年轻人会喜欢跟父母在一起住的。我想跟女嘉宾说的是，你知道你们的首付是怎么来的吗？知道，他父母把房子卖了来的。那房子卖了，筹集的这些钱，这些钱是怎么积累的呢？他父母的钱。就是你所说的卖瓶子这么省下来的首付。他们就是用他们这样的一种生活，用他们这样一种在老家租房子住的一种行为方式，换来了你们年纪轻轻在北京就能住着自己的小家，而他们老了却居无定所。有的时候你真应该去他老家看一看，看看这老两口在家里的生活是怎样的。他们的生活就是你所看到的，可能比这还少。你们何德何能，20几岁凭什么在北京有自己的家？这都是老两口从嘴巴里面扒拉下来的东西，给你们买的房子。你自己好好反省。第二，你说你给家用，你想想，老两口省到那个样子的人，他会把你的家用乱花吗？将来还不是花在你们的身上？你们还要结婚，要生孩子，他们会自己花掉吗？会自己把它消耗掉吗？这肯定是花到儿子身上，帮你们存着。第三，你说生活习气上不一样，你说他老说方言，是吧？有点排挤你。老两口愿意帮你们俩在北京买房，允许你跟他居住在一起，跟你们4口之家在一起居住，这还不叫认可你吗？还叫不把你当一家人吗？所以你好好想一想，其实你倒是挺享福的，因为这老两口以后你们生了孩子也会主动帮你带，但是你只是体会不到这一点。或许我这样说了，你可能会稍微有所体会。其实坦率的来说，你真的应该庆幸有这样的一个丈夫，子不嫌母丑，夫不嫌妻贫，能够有这样的一番孝心，我相信就凭这番孝心，他不会抛弃你。所以说你要从这方面去理解，不能和老年人相处不是你的错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，我也有。我爸刚到湖南去看我的时候，也是一大早敲门，他睡不着吗？老年人早睡早起嘛，就非把我跟我老婆垒起来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一起去吃饭遛狗。其实在吃饭遛狗的过程当中，我跟我老婆一直是半醒半睡之间的，没办法，我只得陪着她，不是不容易吗？老人家，对不对？你应该这样去想。然后说到你孝顺是没错，在生活习性上应该去交流，跟自己的母亲交流，有哪些地方不方便
可以稍微注意一点。说方言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或者父母跟你在说方言的时候，你特意说普通话来照顾他的存在和感受。其次，我觉得老两口不会想特意给你们俩添乱，他只想更多的为你们做一点什么，只是他们不知道用哪样的方式能够跟你们相处的更为和谐，所以需要交流。前提条件是大家都不隔阂。所以我说的是，房子如果没有人住，不过就是80平米的钢筋水泥，只有人住了才会有人气儿。所以我们经常称之为中国的家庭叫几口几口之家，而不叫80平米的那个家。就这样。哎，小伙子，你爸妈知道你女朋友搬出去了，闹着跟你要分手，他们什么态度？他不知道现在我们要闹分手。知道你们有矛盾吗？这肯定知道。这知道。他们什么态度？他当时说过这些话，说要不你让他回来吧，是不是嫌我们在这儿不方便啊？要不我们回家吧。但是我觉得这话说的我真的心里特别难受。我觉得我父母为我付出那么多，不应该让我来去赶他们走。开不了这个口，所以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多体谅体谅我。我还怎么体谅你啊？你不能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对我父母那样，对他们好啊什么的。就大冷天的，我陪你父母去逛长城、逛故宫、逛地坛。哎，你可以跟他分手，找一个有车有房、父母双亡那种。房子问题没问题啊，父母不习惯没问题啊，把你爸妈接了住。如果你找了那么一个，就对面那小伙子是那种状况，理想状况的话，他嫌你父母四川人口味太重，成天吃辣，你怎么办？那我不会跟他这种人在一起。你的解决办法是和这种嫌弃自己父母的人分手，是吗？所以你今天要跟他分手，因为你也是做到了你讨厌嫌弃的那种做法，是这么回事吗，姑娘？我没有说让他父母走。你没说，你做的比说还难看。你不能接受的正是你所做的行为，这事儿就说不通了。小莫上来你就说，如果你父母不走的话，我就要跟你分手。你现在告诉我是真心话吗？不是。对，那就好了。所以说，年轻人不要有点小矛盾就把分手挂在嘴上，这样非常伤感情的。最简单的就是你比你男朋友对他父母更好一点，你也要求他这样对你父母，矛盾让他去解决。其实这个算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老话题了嘛，婆媳关系嘛，只是没嫁嘛，真的很难处。就是几个问题，其实老师们都有了。请问，如果他父母不来北京住，不卖房子，凭你们俩的能力，凭什么在北京有房子？这是你得到的，你失去的是哪一部分东西？你失去的是那一部分自由。哭什么呀？笑什么？根本就不笑。这种事儿压根儿不会跟父母提。我买不起房，我说，哎，爸妈，我谈一对象非得有一房，你们给我想办法。他们被迫呀。你委屈什么呀？没别的了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你想，你提前享受了婚后的生活，享受了吧？所以你就把婚后生活带来了一切的麻烦也带到你的生活里了。这都是平等的，人生就是这样啊，没什么大道理，最朴素了。婆媳之间是难处，你们怎么办？这个婚还要结还是不结？想清楚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心里边还是有你，我特别希望你能为了我去多体谅体谅我的父母，我不想这么失去你。但是如果你不去为他们想，不去为我想，不去为我们的将来，那我真的对不起，做不到。你刚才说那个对不起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觉得我的父母为了咱们不容易。我觉得我可以为你父母做出一些改变，但你父母必须为我做出一些改变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你没有做出来。咱们在同一屋檐下，就是得和平相处。可是你跟他们有和平相处，就得互相尊重。
我觉得我能做到跟他们互相尊重、互相和平相处，但是有些习惯我能为他们改变，但是他们也得为我改变。还是在说他们的不是，我没有说他们的不是。那你如果老是用那种态度跟我在一起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我这几天在我朋友家也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不想将来我这余下的一生我就跟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在一起。如果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那咱俩就别过了。好，时间到，请亮灯。有一句话你实实在在的说错了，你父母卖房不是为你们卖的房，请记住，是为你卖的房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你不把这个环节去掉的话，你永远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。是你搞不定这个姑娘，她说要嫁给你的先决条件是卖房，你给你父母压力之后，你父母卖的房，不合理要求可以回绝，你没有拒绝，你接受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去谴责她呢？因为我觉得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姑娘的不好，其实我们仔细来把这个硬币的两面摊开了看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你做了一些什么？扛着孝子之名，行啃老之实；扛着孝子之名，行不沟通之实，你都做了。那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他还好有一点，他比你直接。我就想要我的生活，我的生活是什么？他说了，是一家4口人能够和睦的相处，互相的改变。这个要求高吗？好好想想。两位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会为结婚让你的父母卖掉他们的房子，为你买房吗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18.60%的朋友说会，81.40%的朋友说不会。我们听听理由是什么啊？来，姑娘，你投的什么票？反对，为什么呀？就觉得没有理由，他已经就是上我们摇，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为什么就是买房这件事要那要是你对象的父母做这事儿，你反对吗？反对，也反对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事情，和他们没关系。太好了哈！你投的什么票，姑娘？我投的是反对。给个理由。因为我父母也是养我不容易，不会再让他们为了我没房子住了给我买房子。没房你嫁不嫁吧？嫁。没房也嫁。只要感情好。如果一段感情因为这个婆媳关系不和而被切断了，我觉得挺可叹的。因为生活是需要智慧的。不知道这两位考虑的怎么样？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看着。Say goodbye, say goodbye. 愿意为他克服一切困难吗？愿意。追去吧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快啊！快一点，刚走。去吧。生活就怕置气，有的时候。